一个胸部贯穿伤及肺叶，螺旋倒刺钢钎接近主动脉，全程不输血，最终安全取出。你可以总结一下，写篇文章了。陆老师，您最近做了不少高难度的手术啊。要是总结一下出2篇文章的话，那你在胸外平幅高的论文数可就够了。运气真好。钟主任说了，很可能是巧克力囊肿破裂。他刚刚已经给房主任打过电话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交给我吧，谢谢你啊。稍等一下，进来吧。送病人啊？哎，问你点事儿。怎么了？我一下子想不起来，咱们急诊室是性病门诊来着？4诊室啊？你干嘛？哦，今天你干嘛去了？去你！哎呀，你的这些语言弄啥呢嘛？也不把病人看好，还让他满街跑，我一不留神，这一毽子就上来了。我们不是精神病专科医院，这事归我们管。陈老师，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你别跟我说话。您要不舒服，要不我来吧。陈老师缝针需要专注啊。你别跟我嘘。大夫，最后一针喂个接口，你可对好了啊！放心吧，可别急。哎呦，给他消毒，抱着。哎，陈晓松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别碰我！哎呀，不是，你先听我说。尿急呀！哎呦，尿急？尿道刺激者、尿频、尿痛、尿。陆大夫。上呼吸道感染，今天呼吸内科尚宁值班，找他去。我想问刚才发文章的事儿。干嘛？你觉得不值得发吗？当然值得。我是想说，手术方案虽然是我提出来的，但其实我不提，你也会这么决定的，对吧？你是为了发表文章才答应我的请求来做这台手术的吗？当然不是。这台手术如果不是我做，换了别人出血量都得400、500，出血量大、时间长，再加上污染性伤口，术后很容易失血性器官衰竭，还是会死亡。那你矫情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不是你来做另一侧的分离肺组织的话，那我的方案就是空谈。所以呢，文章署名的时候，你应该。不过第一做的是你还是我的区别？那你觉得我需要攒论文当上胸外主任，当上仁和院长，甚至是医科大学的校长吗？不用了。所以啊，我不需要论文，现在是你非常需要，回手术室需要，晋级职称需要。我让给你，你领不领情？不是不领情。
那就是你认定我是你的对头，不愿领情。我觉得你一点都不稀罕回手术室，你的骄傲比拿手术刀还重要。好，领情领情，以后还需要你继续指导。我是真不会写文章、弄 PPT 什么的，一样的内容你一改，立马显得高大上。你是说我忽悠？哎呀，真难得，美籍老专家知道我忽悠。你等等。你干嘛？这有人呢。你眉毛怎么回事？啊？在这干嘛呢？没事，我玩手机呢。在这玩手机？哎，不是，哎，你等等。那个，你到底要干嘛？哎，你最近查体了吗？查体？查体不是年底吗？哦，对，查体还有好几个月。哎，那个，我觉得你还是，还是去查那个啊。你干嘛？哎呦，你还是去尿外查一下吧。你看啊，那个尿频、尿急的症状可大可小，不能讳疾忌医。你说呢？总之啊，对身体有好处啊。尿频、尿急，你说什么呢？主任，您这一个手术，我们副总等了整整2小时，人刚走。哎，医院就是这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个急的。不过，跟我们副总解释了，医院嘛，临床上镇得住，说话才有分量。哟，哼，难得啊，你还能说句再情理的话。可是我刚才听说，那个陆晨曦又上手术了，还是新来那个庄大夫带上去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他不是年轻回来的吗？他现在到底哪头了？哼，他这一而再再而三的，现在连我也琢磨不透了。这陆晨曦隔几天就做一台手术，现在去了急诊，胸外的论文数量倒是要上来了，还要叫他回来讲课。这要是有一天他要回胸外，我是想拦也拦不住了。主任，我有个同事，倒是可以用一用。哼，你们这些医药代表见了陆晨曦跑得比谁都快，还能找出什么好汉来？还真是条好汉，跟陆晨曦谈过恋爱。你也认识？薛鸾。对呀，他在你们医药公司啊。我只能挡在他前面啊！那兜子鸡蛋全砸我身上了。坐哪儿？本来想去洗个澡，结果赶上工地的事儿。我知道了，是他们擦的时候太使劲了，把蛋壳连眉毛一块给揪掉了。把手机放下。干嘛？明天你主讲，先2个眉毛，一高一低去讲。你还会修眉毛呢？怎么了？太近了。那你把眼睛闭上。
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应该先把门关好？你给女人修过眉毛吗？你修过，你自己来。别，还是你来吧。我不太习惯拿着手术刀对自己比划。那你别动啊。好，行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那个女的不是薛鸾的女朋友，是他老师的女友。你说什么？今天手术前不是碰见薛鸾了吗？你不是说我对前男友的现女友太凶，影响不好吗？我是说呀，你应该适当的克制一下自己的脾气。你讨厌一个人，就非得让全世界都知道？我知道，说我性格太直呗，但是我得澄清一下，那不是薛鸾的女朋友，她不喜欢那种类型。怎么肯定？她喜欢我呀。我们不是因为感情问题分手的，是因为她的自尊心和我的太固执。反正她不会喜欢那种小白兔的。那你呢？你还喜欢他吗？喜欢不喜欢？你那么关心干嘛呀？关心说明很多问题，就看你怎么理解。我就该跟你全麻了，差点划着你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自个儿看看。哎呦，手艺不错啊，我应该定期到你这儿来修修眉毛。好啊，那你就请我吃饭吧。今天不行，刚才薛鸾给我发微信了，说我们那师姐还没走呢，就扔鸡蛋那个，我得跟着一块儿去劝劝。那就谢谢你了。我不吹。不抽好啊，我也不该抽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你以前也不抽的，是去了急诊以后才开始抽烟的吗？是啊，也快30年了吧，不好戒了。手术怎么样？顺利吗？很顺利。陆晨曦的水平，确实是人和胸外顶尖的。你这样一次次的带他上手术，梁帆会有意见吧？理由充分，程序正当，而且每一台手术都是只有陆晨曦才能担当的，即使他有意见，也说不出什么来。我跟您说过，我对陆晨曦并没有恶意。之前胸外的紧急会议，他确实有把柄在人手上，而且现场反应也不够冷静。以我当时的身份，我只能那么做。现在我尽可能的想办法带他多上手术，等他的论文和手术量攒够的时候，争取能早日调回胸外吧。
看来，上次在资料室里，我说的话确实不妥。你能这样对待陆晨曦，说明你还是有底线的。您叫我上来，就是为了这事儿吗？这几天，我一直在考虑你母亲的事儿，实在是没有什么头绪。因为当年的调查，证据链非常完整。你现在要查，恐怕无从下手。既然如此，您当年为什么宁可被打入急诊，也要替我妈妈申诉？我被赶去急诊，是因为你母亲的事，但是即使我告诉你原因，对于这件事情的解决也没什么作用。没有用，我也想知道，是什么让您坚持为我妈妈申诉？因为事实，因为你母亲不可能给陆仲和注射青霉素。你有什么证据吗？我没有证据，但是我看到了。你看到了什么？他在给陆仲和注射前，抽取的是水剂。水剂？出事那天下午，我去找过你母亲。干爹，七床送手术了，我来拿件化验单。啊。得，张姐。我们都知道，青霉素是西林瓶装的粉剂，需要稀释液稀释后才能注射。而利多卡因是水剂，可以直接从安布瓶中抽出。两种药品差别这么大，我绝对不会看错的。这些事情，您当时没跟调查组说过吗？我怎么能不说呢？这种药瓶的差别是基础常识。但奇怪的是，调查组在病房里并没有发现任何安布瓶，倒是找到了抽空了的青霉素西林瓶。之后，虽然我一再申诉，但空口无凭，我的证言并没有被采信。这件事过去没多久，我也因为科室岗位调整被调去了急诊。谁都可以说这种调动是正常的岗位变化，我又能说什么呢？如果我要求重启调查，您愿意把这些话都说出来吗？重启调查的前提是要有能够推翻当年调查结论的物证，而不是你我的一面之词。况且，傅博文的背后还有一个你动不了的支持者。这一点我很清楚。傅博文当年只是一个不到30岁的住院医师，虽然利多卡因的医嘱是他开的，但是伪造证据、调换现场的空瓶，傅博文一个人是没胆量做的。此事之后，傅博文无论是在学术还是在行政上，都迅速升迁。是谁和他一起做的这件事情，一目了然。知道这些也没用。解决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办法，让他们自己站出来。但是，他们都已经是当今医学界泰斗级的人物了，不仅享有极高的声誉，而且桃李满天下。他们的学生和同僚，很多都是医学专家，他们怎么可能听你的？我跟你说，师姐，你还是顾忌着孩子，要不然你就应该带一把刀来，而不是一兜子鸡蛋。哎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都跟你似的，医院不成武馆了。扔他鸡蛋，我也就是出出气。你还真以为我扑上去对他怎么着啊？他毕竟大着肚子，怀的。
就是，对待渣人就不能拼命，扔个臭鸡蛋、什么烂西红柿，让他知道丢人就行了。可是师姐，在急诊，我毕竟是大夫，来我这儿就诊的都是病人，这事儿我不能不管啊。你要是气不过，咱们上他家找他去，我跟你一块儿，连那渣男老公一块儿扔。哎，你是来劝架的还是来撮合的？他不这么说，就不是陆晨曦了。你们一点都没变，就我变成了怨妇、泼妇。什么怨妇泼妇呀？好了，咱不说这事儿了。我从急诊出来做了台手术，现在有点时间，咱们出去坐坐。我请师姐吃松饼，草莓味的，上面再加上奶油和冰淇淋。咱们医院附近数他们家最好吃，一般人我都不带他去。我想吃饭。你闭嘴！你怎么对他还那么凶？他习惯了。庄教授不仅跟胸外科主任走得近，跟急诊科的领导关系也不错呀。大家都是同事，站在一起聊聊天也不算搞关系吧？副院长有什么话请说吧。最近几天我不在院里，听说就肺移植手术关键部分操作问题，有不少人在议论，你也听到了吧？听到了，不过不是从同事口中，而是从电视上看到的。这件事我本来是想在科里说明情况的，或许大家还可以理解，我只是一次体力不支。你不用说了，我参与这台手术不是为了宣传自己。你作为主刀大夫也都全程在场，如何界定和评价助手的工作是你的权利，我不会多加评论的。你对外界还有媒体保留了你的荣誉。可是现在的胸外科，很多人已经知道了真相。你的同行、你的下属、你的学生，他们看到了那个言之凿凿的采访，会怎么想？这才是需要你考虑的问题。庄教授，我知道你不持我这种做法，但是我恳请您在这件事情的表述上与我达成一致，这是我作为院长最后的请求。最后的请求。我已经向上级提交了辞呈，以身体原因要求离开岗位，这算是我对这件事情的交代，也是我个人对你的道歉。对我个人的道歉。副院长真是知进知退啊！你辞不辞职和我没有关系，应该让你道歉的也不是我。我真的很好奇，每次遇到这种关乎名誉的事儿，您都怎么做的？保持沉默？辞职了事，或者您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手段吗？受不了委屈走了，你以为晨曦就比你脾气好吗？他现在离辞职也差不多了。不至于吧？怎么不至于？我当时都冲着杨帆摔胸牌了，正赶上车祸大抢救，结果就变成暂时流放急诊。你在仁和一直有副院长宠着，总是一帆风顺的，的确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不过这杨帆现在连副院长的面子都不给了。哎呦，这事儿一言难尽。自从傅老师2年前重病手术，回家休了几个月之后，精力不行了，
这个杨帆就越来越嚣张。都不在胸外了，还操那些心干什么？我不在，我还不能说说啊。现在胸外没有一个人上心提高临床技术带学生，净想着怎么跟药物公司合作、凑数据、出论文。能不能少在背后议论领导啊？吃那么多亏还不改啊？好，不说这事儿了。哎呀，搞不懂他们在搞的事儿。能进仁和外科的女人，不是傲就是倔，没一个会拐弯的。你看，还是师姐懂你。我这是在教你，一辈子顺顺当当不受委屈，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呀。这早不受，晚了肯定要受更大的。别许我。别瞎比划。你老师那病历，我几天前就发给傅老师了，说是出差，但是也应该看邮件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还没给我回。傅老师还出差啊？他不是已经要辞职了吗？辞职？傅老师要辞职？师姐，记得来找我们玩啊！来，谢谢。谢什么呀？拜拜。师姐回去给我们信儿啊。好嘞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我们先锋公司和仁和一直都有合作，对医院领导人事变动很敏感。我虽然是研发部主管，可是和市场部关系也不错。你说书呢？我对你们公司人事关系不感兴趣。这个谣言就是杨帆的一个手段，传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我就问你，傅老师因为这个事儿要辞职吗？这可能也不是谣言。庄大夫水平也很高的。庄大夫水平高，傅老师是水货啊！傅老师临床水平你不知道啊？这种谣言你也信？不是你别激动，那这种事儿总不会是空穴来风吧？风呢？行，我告诉你吧，这2天我约了几个相熟的领导和老师吃饭，其中包括张默涵，你大师兄。说啊！我跟他提起朱老师的手术，我想请副院长主导，他就跟我说到肺移植，他建议我去请庄大夫，请他来主持治疗。你刚刚话里提到，说他提了肺移植的事儿，他参与手术了，他说什么了？他能跟我说什么呀？难道说谣言都是真的？关键是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提起副院长，这说明什么？枉你们都是傅老师的学生。哎，你上哪儿去啊？你别惹事儿啊！没有出现需要我和副院长一起解决的问题。那庄大夫当时状态确实不对，我是亲眼看见的。这可能也不是谣言，庄大夫水平也很高的。可有些日子没有看您手术了，这次一定要录像，作为经典教材。如果出现意外，对患者、对仁和都无法交代。让庄教授当助手屈才了。张树，病人家属在是吧？你们先聊吧。陆大夫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小病人林森的父亲。哦，你终于赶回来了。你好，我叫林伟。这位就是我刚才跟你提到过的陆大夫。来，一起来说一下吧。好。我研究过他们母子俩的病史病历，你夫人可能是术后胸痛导致抑郁，再加上突然得知孩子也得了纵隔肿瘤，需要开胸做手术，她压力太大了，所以
选择这样的方式逃避这个结果。现在这个结果，我也很难接受。林先生对林森的手术很犹豫，所以我想请你过来一起商量一下，给林森进行胸腔镜微创手术，切除肿瘤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事儿。那我来说一下手术吧。3天换药，7天拆线啊！换药的时候不要来急诊，去门诊，记住千万别洗头啊！哎，缝合包没了，再给我拿10个来。哦，好，我知道，我先去。缝合包呢？白雪拿去了。又有病了？没有，就是……哎，你订体检了没有啊？什么体检？我上午跟你说的。你今天问过一次，怎么老关心我下半身？泌尿科给你提成了？我去你的！我跟你说啊，你最好查一查啊。哎，你给我站着！不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行不行？刚才在妇科，我看见你那前女友了。前女友？嗯。哪个？就是在休息室扒你裤子那个。张倩啊？嗯。怎么了她？哎呀，我看见她进性病门诊了。性病门诊？所以你也去查一下。我查什么呀我？王大刀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放下，出去！哦，快走！他怎么了？你给我留下！你先走。喂，张倩，我陈少聪啊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别编了，我都看见你了。你在哪儿？行，我知道。跟我走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往东帮我盯半个小时，马上回来。哎，不是你干什么呀？他住院了，在妇科。啊，那么严重？术者只要了解肋间神经走形，在手术中精细操作，尽量避免损伤，就能大大减小术后胸痛发生的可能。但是林森刚刚经历了骨科和腹部的手术，恐怕不能立刻进行纵隔肿瘤的切除。是，他之前受伤，再加上2次手术，失血1000，缺血对肝、肾、心脏都有影响。最近确实不宜再进行1次全麻的手术。仁和有最好的胸外科，你们又是难得的专家。不过有他妈妈的前车之鉴，我对这术后胸痛真的是怕了。还有，这次我回国，孩子对我很排斥，我跟他交流起来非常的困难。孩子经历过这么大的刺激，心理创伤一时很难恢复，而且你又离开他这么久，不着急，慢慢来吧。林森不喜欢别人把自己当成孩子，你可以尝试用平等的方式跟他交流，先跟他做朋友吧。好，谢谢你们，我先走了。还有一点，你给他买的玩具，虽然他嘴上说不要，但心里还是喜欢的。明白了。留步吧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你不用担心，林森这个手术，我会跟杨主任讲，请你来主刀。你这么肯定啊？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我回胸外手术，杨帆能同意吗？我可是杨主任请过来的帮手，这点面子他还是会给我的。那你又为什么帮我？
给我个理由。不过是一台手术，你还担心我把你卖给杨主任？你怎么了？那天徐芳英那台移植，你为什么突然把我踢下来，要亲自给傅老师当助手？是杨帆的主意吗？好，这个问题你不想回答，我问其他的。傅老师决定提前退休，已经递交了辞职申请，这个你是知道的，对吧？我知道。什么时候？今天？昨天？还是更早？你签约是不是就是这个结果来的？杨帆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做这样的事情？你们两个人把我像猴子一样耍，一个打耳光，一个给香蕉。他把我踢出来，你再来教育我，让我学乖了、顺从了，才能回到胸外。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，是吗？你哪来的这些阴谋论啊？傅博文辞职，自有他应该辞职的理由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现在就直呼其名了，连个尊称都没有了。傅老师好歹是你的前辈，算得上光明磊落，医德医术无可挑剔。就算跟你立场不同，最起码的尊重还是得有吧？你傅老师光明磊落，我和杨主任就是拉帮结派，排除一起孤立老专家，还拿天真正直的年轻专家做棋子，还有什么？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？哦，那天我为什么把你踢下来是吧？难道不是杨帆安排的吗？只有你参与了手术，你们才能编造现在满天飞的谣言，不是吗？对，傅博文光明磊落，我们做什么都是别有用心。我主动参加手术就是为了陷害傅博文，陷害这个3年已经没怎么主刀的傅老师，然后我再让你回胸外做手术，指导你做论文，卖人情收买人心，是因为我初来乍到需要支持，我看中了你陆大夫手里的这把手术刀，想挤走傅博文，把你收为己用。难道不是吗？你林森这个手术啊，你再考虑一下。如果你不愿意做，我不勉强。明天的讲座，你也不必来讲。我确实很欣赏你的手术，但是在今天之前，我一直以为你只是固执，却没有想到你是偏执。临床上，我确实喜欢技术过硬的同事，但是生活中，对那些逻辑不清的人，我不想容忍。请出去。我再问你一次，胸外现在流传的谣言到底是不是你们编造的？陆晨曦，谁给你的权利？是谁给你的权利，让你这样去恶意的揣测自己的上级大夫和领导？你以为你自己在仁和医院像公主般存在是为什么？全院都知道，是傅博文对你的爱护和纵容，这全都来源于他对于你的愧疚。因为你的父亲多年前死于这家医院，死于一个医疗事故。连我的身世居然都打听了，你还真是处心积虑，是吗？庄树，我告诉你，你拿其他的事情污蔑傅老师就罢了，当年的医疗事故跟傅老师毫无关系，是一个护士的渎职。他忽视了我父亲的药物过敏史，给他注射了青霉素。
受。好久不见，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，我看见阳光落在我左边，你的影子在右边。当我转身